果你穿越回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，走进长安城的一户人家，看见古人怀里抱着一只猫，你忍不住想去撸一把，别伸手，伸手可能就没了。迎接你的将是一阵低沉的咆哮和警惕收缩的瞳孔，因为那根本不是你现在认识的主子，而是一只未被完全驯化的野兽。2025年最新的基因组学研究直接打脸了之前的历史认知。它告诉我们，中国古代最早养的那批猫其实并没有被驯化，它们只是一只披着猫皮的野生豹猫。今天我们就要扒一扒你怀里这个小东西的真实身世。这不是宠物卖萌片，这是一部跨越万年的生物入侵史，以及我们即将对它进行的基因永生改造。先来问个问题，猫和狗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在生物学上，狗是签了劳动合同的乙方，人类提供食物，狗提供忠诚和劳动。为了这份合同，狗甚至被迫进化出了消化淀粉的基因，改变了自己的食谱。但猫不一样，猫是甲方的风险投资人。1万年前，人类农业导致鼠患爆发，对猫来说，这哪里是人类的粮仓，这分明是24小时的免费自助餐厅。于是他们带资进组了，他们不听指令，不干杂活，仅通过抓老鼠这个本事，就换取了人类的长期饭票。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共妻。说白了，狗是被我们招聘进来的，而猫是自己闯进来的。接下来的数据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，请看这张图，左边是陪伴了中国古人3000年的初代捕鼠官豹猫，右边是现在的家猫。它们看起来是不是长得差不多？但这正是大自然最狡猾的地方，趋同演化。它们看起来像是亲兄弟，但在生物学上，它们其实是2个完全不同的物种。虽然 DNA 高度相似，但大自然给它们上了一道无情的锁，生殖隔离。如果强行让它们生下后代，那么生下来的雄性几乎全是不能生育的。基因层面的排斥在警告我们，这根本不是一种生物。所以，中国古人其实被大自然忽悠了3000年。我们以为驯化了猫，其实并没有。我们只是驯化了一只披着猫皮的野生豹猫。那真正的家猫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其实是唐朝。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，西方家猫像病毒一样涌入，它们从不偷鸡，而且更加粘人。这是一场基因层面的降维打击。短短几百年，本土豹猫就彻底淘汰，退回到了深山老林里。既然猫是自己闯进来的，那人类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？不，科技正在进行第4次驯化。如果你对猫毛过敏，罪魁祸首其实是一种叫 FILD-E 的蛋白。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，科学家们正在敲除这个基因。这不仅仅是在治病，更是在定制生物。我们不是要改变猫的性格，而是彻底消灭过敏源。科学正在让吸猫变得无障碍，解决过敏源只是第1步，这是把猫变成更好的伴侣。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，我其实更在意另一个让所有铲屎官心碎的数据：15年。这是家猫的平均寿命，太短了，短到还没等到你老去，它就先走了。在我们实验室，我们正在思考一个大胆的计划。能否用基因疗法把猫的寿命延长到30年？这听起来像科幻，但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大家看这篇刚刚发表在 Nature 上的重磅研究，科学家发现，弓头精之所以能够活到200多岁，是因为它们的基因组拥有一个超级纠错系统，时刻防止细胞衰老。那么，我们能不能把这套鲸鱼的源代码复制到猫身上呢？在技术上，这是完全可行的。我们用 AAV 病毒，这好比是生物界的顺丰快递，把鲸鱼的长寿代码精准地投递到猫的细胞里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再被动地接受离别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猫不仅不掉毛，还能通过1次基因注射获得双倍的寿命。它能陪伴你的孩子从出生直到大学毕业。
做生物研究不仅是冰冷的数据，如果能让猫多陪你10年，这才是真正的技术温暖。回到现实，为什么在21世纪，猫打败了狗，成为了互联网的神？因为我们病了，而猫是药。在这个连邻居都不知道是谁的现代社会，我们想要陪伴，但又恐惧社交负担。狗太热情了，这是高压力的爱，而猫提供的是低维度的亲密。它不评判你，不依赖你。当你深夜加班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，发现它就在那里。这就是现代人的情绪布洛芬。农业革命，它压住了粮仓；帝国时代，它压住了帆船；信息时代，它压住了我们的孤独。承认吧，梁教授，不是我们收编了它，而是它看穿了我们的孤独。这里是 XB Lab，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读懂基因，更是延长陪伴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技术成熟，你愿意花多少钱让你的猫多陪你10年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